看骨科小说发朋友圈感慨忘了屏蔽我哥。我哥在居居上纹了我的名字，他说每次自我欢愉都像是在和我共赴极乐。我哥看到消息后发出尖锐报名：唐黎，你要毁了这家吗？你这么做到底有什么目的？难道你喜欢我？我是你哥，我和你根本就不可能。但如果你非要和我在一起，我可以勉为其难考虑考虑。不是，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？要我去纹身证明我自己吗？但是你非要我把你名字纹在那里吗？其他地方不行吗？好，我明白了。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纹。你要是敢耍我，你就死定了。一觉醒来看到消息的那一刻，我感觉天都塌了。接到闺蜜电话的时候，我正在睡午觉，迷迷糊糊接通电话，闺蜜尖锐的报名声从电话那头传来：唐黎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在朋友圈发了什么鬼东西？你哥真把你名字纹筋上了？你和你哥玩这么大的吗？闺蜜的破锣嗓音震得我耳朵嗡嗡响，我迷迷糊糊咂巴了2下嘴。什么朋友圈纹身？她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突然我想到了什么，我直接从睡梦中惊醒。该不会是我睡前发的朋友圈忘了仅我可见了吧？2个小时前，我躺床上玩手机，偶然间刷到一本言情小说，骨科强制高 H 的 tag 看得我蠢蠢欲动，眼睛一闭睁，2个小时过去了，太好看了，就这个骨科爽。我打了个哈欠，摘抄了文中一段经典台词发了个朋友圈。我哥在居居上纹了我的名字，他说每次自我欢愉都像是在和我共赴极乐。发完我心满意足的去午休了，再醒来就听到这个噩耗，我颤颤巍巍的打开朋友圈，99家的评论和点赞创得我两眼一黑，悬着的心终于吊死了。我哥伟人还是大冒险？干妈糖糖和干妈说，是不是你哥哥对你干了什么不好的事？干爹糖糖你别怕，锁好卧室门，别让你哥那个禽兽进来，我们尽快赶回来，你放心，干爹干妈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。小胖跨越道德的边线，你们走入爱的禁区，理解不愧是你，牛批。Triple A 鸡公包刘哥，大妹子你说的是中文吗？老班高考不是终点，放纵需要限度，莫让亲情成为罪犯的保护伞，发生任何情况及时拨打报警电话，老师永远在你身后。兰溪诡秘你明天不活了呀？ Crash 的话更是成为压死我的最后一根稻草，这很难评，祝你成功吧。我狠狠搓了把脸，差点把头发薅秃。活腻了，跪求盘古观天闭地，后羿射所有日，精卫填地球，女娲把天捅烂，大禹开闸放水所有教程。有什么比这更社死的事吗？我刚要给闺蜜发消息问她怎么办，就看到我哥给我发了99家的消息。我颤颤巍巍打开聊天框，看到内容的那一刻，我感觉天都塌了。视频通话99家，唐黎，你在干什么？你要毁了这家吗？你这么做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你在大冒险，还是你喜欢我？我是你哥，我和你根本就不可能，你早点死了这条心吧。说话，你该不会是被我拒绝去哭了吧？你别哭了，如果你非要和我在一起，我勉为其难考虑考虑。不是，你不说话是什么意思？要我去纹身证明我自己吗？但是你非要我把你名字纹在那里吗？其他地方不行吗？好，不说话。那我明白了，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纹。你要是敢耍我，你就死定了。对话到此戛然而止，时间停留在1个半小时前。期望9，你在说什么？你是要毁了我吗？砰的一声，我生无可恋的睡倒在床上。我还有什么脸活着？数了算了。当务之急，我得找个合理的理由蒙混过关，一定不能承认我看小 H 文。毕竟在大家心里，我可是一个单纯到看人拉手都会脸红的小女孩。我左思右想，想到一个完美的借口：朋友圈不能删，消息也不能回，那就伪装成我被盗号了，一切都与我无关。我简直是个天才。趁期望9还没回家，我先去闺蜜家躲一阵子。至于期望9发的那些神经消息，管不了那么多了。我赶紧穿好衣服，拎起包跑路。一打开门，直接扑进了面前人的怀里。抬起头的瞬间，我如遭雷劈。怎么会是期望9？我无语了，今天是我的死期吗？期望9开门的动作一顿，他将钥匙装进口袋，神色有些不自然道：去哪儿？我强装镇定：去找西西玩啊，他还在等我呢，没什么事，我就先走了哈。我瞅准时机，从他胳膊底下钻过去，刚要逃跑，期望9就眼疾手快揪住我的后衣领。回来。期望9 187的身高，力大如牛，我在他面前跟个小鸡仔似的，毫无还手之力。靠！我懊恼地闭了闭眼，转头露出一个懵懂的表情。哥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期望9扬了扬手机，冷着脸道：朋友圈发的，不准备解释解释。这一天还是来了。此时一个夸克老兵轻轻地碎掉了。我疑惑地皱了皱眉，将装傻充愣进行到底。哥，你在说什么？什么朋友圈？我微信被盗号了，登不上去，出去准备让西西给我找找呢。期望9轻嗤一声，眼眸幽深，像是能洞察一切。是吗？这要巧啊。我点头如捣蒜。当即他就拨通了我的语音电话，我包里的手机疯了似的响了起来，瞬间我感觉自己包里像是装了100个拉了银线的手雷。期望9，我恨你！我捂紧包包，急中生智道：是西西，对，西西等不及，给我打电话了。没等我跑，期望9就勾住我的后衣领，将我往他怀里带了带。他勾了勾唇，捻着我的左耳垂，低头在我耳畔轻语：唐黎，你知不知道你一撒谎，左耳就会红啊？热气喷薄，我浑身过电一般，耳朵又痒又麻。我羞愤地捂紧耳朵，不敢看他的眼睛。期望9用指腹捏了捏我的下巴：别咬了，再咬嘴唇要出血了。我还想继续狡辩，他直接走进家，将我也扯了进去。好了，别装了，进来好好想想该怎么解释。呜，闺蜜，救救我呀！刚一进门，那头阿拉斯猪闻着味儿就朝着期望9扑了过去，爪子正好落到了他的隐私部位。期望9扶着桌子，痛苦地闷哼一声：齐三胖，你谋杀呀！狗子一脸委屈，一副你不爱我了，是不是外面有狗了的表情。三胖，哥伤着呢，下次再陪你玩，听话。期望9撸了撸三胖的头，他刚才诡异的走路姿势，加上现在如此大的反应，我心中浮现一个荒谬的想法：天哪，这个疯子该不会真的去纹身了吧？期望9岔开腿坐在沙发上，桌子上的手机亮着屏，正好是我发的朋友圈。
说说什么意思？他寒潭似的眼眸看得我心里发毛。齐望九要是知道那些都是我胡说八道的，真的会杀了我吧？我吞了吞口水，打了个寒战，冲动战胜了理智，我视死如归道：没错哥，我喜欢你。齐望九没想到我会这么直白，一口水喷了出来。他耳根红的滴血，嘴角诡异的抽搐。你……他停顿几秒，眼光不错。我没见过这么自恋的人，为什么不当面跟我说，而是发朋友圈，还发那么让人误会的话？我害怕你不答应我，想逼你就范。撒一个谎言就要用100个谎去圆，我索性胡说八道。我平生最讨厌别人逼我了。我眸中透出一抹希冀的光。求你了，拒绝我吧，让我无地自容，暴风哭泣吧。但因为我也喜欢你，所以我们是双向奔赴。神他妈双向奔赴，我服了。我还要解释什么时，他的手机突然响了，是干妈。齐望九接通电话。齐望九，你个臭小子，是不是欺负糖糖了？看老娘回来不削死你！他无奈地捏了捏眉心。我没有，真没有。那糖糖怎么会发那样的朋友圈？齐望九挑了挑眉道：因为糖糖。他刚要继续说，我就扯了扯他的衣角，焦急地给他做口型。哥，求求你别说。我双手合十，恨不得给他磕一个。齐望九坏笑一下，无声回应。就不，我心都要提到嗓子眼了，急得我直接扑到他身上抢手机。他使坏地把手机举高，我扬起胳膊还要继续抢，突然另一只胳膊没撑住，齐望九的头猛地撞到了我的胸口，我轻呼一声，好疼！齐望九立马抬手捂住我的嘴，旺旺，你那边什么声音？吓得我全身僵直，脸更是红得像个熟透的番茄。齐望九欲盖弥彰的轻咳一声，没什么，电视的声音，糖糖微信被盗了，那些东西不是他发的，你们好好旅游，别瞎操心。好了，有事不说了。他挂断电话，我闭眼松了口气，睁开眼看到齐望九正不好意思地盯着我的胸口，撞疼了吗？死变态，看什么看？我手忙脚乱地捂胸，我没事。我慌张地想从他身上退开，他抓住我的胳膊，我一动不能动。干什么？你不是喜欢我吗？为什么不让我告诉爸妈？我怕他们一时间接受不了，日子还长，我们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嘿嘿。我找不。齐望九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这下可以放开我了吧？我挣扎着。齐望九一脸无赖样，不放，你亲我一下，我就放了你。气得我牙痒痒。做梦。我忍无可忍，用膝盖顶了一下他的下体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嘶！齐望九立马泄了力，抽了口冷气，疼得五官乱飞。坏狗，让你欺负我！唐离，你谋杀亲夫，你好狠的心！什么亲夫？这个不要脸的，应该再给他一下的。活该！我扮了个鬼脸，跑回了卧室。我将事情的原委告诉闺蜜，闺蜜笑得直不起腰。唐离，还得是你呀，你哥太有种了。反正你和你哥没有血缘关系，你哥又高又帅，不知道是多少人的男神呢，你谈了也不亏。男神？就他？咦？想到和齐望九做恋人，我心里一阵异样的感觉。我可没有那个心思，我就是被逼无奈，找不到别的办法，不得已而为之。那你之后打算怎么办？我望着天花板叹了口气，能怎么办？先这么拖着，之后再找个机会分了呗。你哥真惨，那你不如一开始就和你哥说实话。我要是说实话，我哥能把我打成3星折叠屏。齐望九武力值高这一点，从14岁起我就有了清晰的认识。那时我的亲生父母车祸去世，我妈的闺蜜，也就是齐望九的妈妈，我的干妈将我接回了家。干爹干妈给了我无限的关心和爱，让我从丧亲之痛中走了出来。他们更是将我视如己出，对我比对亲儿子还疼。齐望九有的我有，齐望九没有的我也有，就连零花钱我也比齐望九的高不少。久而久之，齐望九这个混不吝看我各种不顺眼。有一次他做错事被干妈罚了零花钱，直接将我堵在校门口，跟我要钱上网。不巧被路过的一群小混混看到了，他们以为我是什么好欺负的冤大头，便也效仿齐望九将我堵在小巷跟我要钱。齐望九看到这一幕，二话不说冲过来将我护在身后，对着小混混哐哐就是2拳，往死里打的那种。几个妈敢欺负我妹妹？对方也不是吃素的，一拥而上。齐望九护着我，他自己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，愣是没让我被蹭到一点。这么多人都没把齐望九打服，他脸上挂彩，踩着混混头目的头放狠话：再让我看到你靠近我妹一步，我保证让你缺胳膊少腿爬出僵尸。爷爷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自此这些混混再也没敢威胁我，一个个见了我都躲着走。我给齐望九处理伤口时忍不住问：你不是讨厌我吗？为什么要帮我？齐望九梗着脖子：谁说我帮你了？我那是怕我妈找我麻烦。她将我喜欢吃的巧克力蛋糕递我手里，上次借你钱，这次请你吃蛋糕2清了。从那时起，我知道这人没什么坏心思，就是嘴欠。半夜我是被疼醒的，姨妈突然造访，我捂着肚子艰难起身，床单和睡衣都脏了。我换了睡衣去客厅找止痛药，走了几步路，我痛得直冒冷汗，腿软得站不住，我没站稳，直直地朝地上倒去。意料之内的痛没有传来，我被一个有力的大掌托起。齐望九将我打横抱起。你怎么了？他摸了摸我汗津津的脸，担忧十足。肚子疼。我说话时嗓音都发颤。他着急忙慌要带我去医院，被我制止。我没事，就是痛经。我的床单脏了，他将我抱回他的房间。齐望九的房间不像其他男生那样脏乱，反而很整洁，被子有股淡淡的清香，让人莫名安心。他喂我喝了止痛药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端着一杯红糖水进来。网上说喝了红糖水能缓解痛经，你喝点。我接过杯子，无意中碰到了他的手。他抓住我的手，眉头紧蹙。手怎么这么冰？脚也冰得像石头。没什么，一直都这样。他当即哈气，把手给我搓热，又将手伸进被子去暖我的脚。他怎么能给我暖脚呢？他都不嫌弃的吗？急得我直踹他。他坐在床边，轻而易举抓住我的脚。他的手掌很大，一只手能将我的脚照个严实。齐望九，我羞愤地喊他的名字。在呢，我不走。谁管他走不走了？他挠了挠我的脚心，再动我就挠你痒痒肉了。他笑得邪气，我一下子老实了。我的脸气得粉嘟嘟，拗不过他，我只好用被子捂住头，不让他看出我的尴尬。
齐望九给我搓脚按穴位，热意顺着脚掌一阵阵上涌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发觉用手不太管用，他脱掉衣服侧睡在我身旁。我一下子慌了，不是你干嘛呀？齐望九强硬地将我背过身，把我的脚放在他腿上，大掌贴在我的肚子上打圈地揉。别乱动，手贴我手背上，不听话我就给所有人说你在朋友圈意淫我。你太卑鄙了！我气不过，暗戳戳抠他手背，啪的一声，我被他打了手。安分点，睡觉。哼！我生气不和他说话了。黑暗中，齐望九的唇角咧到耳后根。没过多久，我全身暖烘烘的，痛意渐消，我舒服的睡着了。第二天醒来的时候，天光大亮。我从没在生理期睡得这么香过。刷牙的间隙，我发现齐望九正在卫生间哼哧哼哧洗衣服。走近一看，正是我燃卸的床单。他利落地将床单拧干放在一边，然后从盆子里捞起了我的碎花内裤，小小一块，他都不敢使劲搓，10点劲就能给我撕成碎布条。我涨红着脸，话都说不利索。你怎么能给我洗内裤呢？放下我自己来。齐望九抬头一脸大惊小怪的表情。那咋了？我是你男朋友，这点觉悟都没有，那我当什么男朋友？不如回老家喂猪。提起男朋友这个头衔，他洗得更卖力了，甚至哼起了歌。他进入角色未免也太快了吧？他都不会不好意思吗？而且你没听过一个词语吗？叫恭喜发财。作为老公，越是顾家，对老婆好洗衣做饭，就会越有钱，孤陋寡闻了吧？他边搓我的睡衣边给我科普。铁子，你是懂自我攻略的。我开始质疑，是不是一开始就让他打死我会更好一点？身体好了，我又干起了我的老本行，网络文学鉴赏家。借是不可能借的，一点小小的挫折是打不倒我们向日葵的。晚上我给闺蜜发了一部最新发现的宝藏动漫，要动作有动作，要剧情还有动作，好东西，快来！过了半个小时，我没等到闺蜜的反馈，倒是等来了齐望九的勾引。他倚靠在门框上，细碎的刘海服帖地粘在他的额上，深 V 的浴袍领口都快开到裆了，8块腹肌整齐排列，不难看出他刚洗了澡。仔细嗅嗅，他好像还喷了香水。这个画面莫名在哪里见过，我不明所以。你红世贤上身了！齐望九闻言差点闪了腰，我刚要关门就被他抵住。等等，不是你让我过来的吗？我什么时候？我声音骤然停止，急忙拿起手机。靠！我把要发给闺蜜的东西错发给了齐望九。这个心机男故意换的头像吧？怎么跟我闺蜜的头像那么像？你发这东西是在暗示我什么吗？我已经准备好了。你准备毛线啊？我这才发现他的造型就是漫画里男主的装扮，确实很有料，但不是我的菜呀。我如临大敌，他该不会以为我要和他玩什么扮演 play 吧？那个误会都是误会，我发错人了。天色不早了，你快回去睡觉吧。齐望九走近2步，声音一冷。那你本来想发给谁？我要不说清楚，他就不让我睡觉。被逼无奈，我实话实说。兰溪。齐望九玩味的划拉屏幕。啧，想不到你和兰溪是这种人，玩得够野啊。我的脸在他面前彻底丢光了。要是其他人知道了，他话没说话，我就警告他，你不许说出去，不然我。他勾了勾唇，答应的爽快。好啊，我不信他会这么好说话。紧接着他就低头吻了下来，他的吻温柔又缱绻，我直接呆愣在了原地，每一寸神经末梢都站立的蜷缩起来，细密的电流从四肢百骸汇集到心脏，砰的一声将我全部的理智炸成碎片。他放开我时意犹未尽的摩挲我的唇，保密费，女朋友记得每天都交。他消失在我的视线里，我才意识到我的初吻就这么水灵灵的被他骗走了。一个假期他不知道开了我多少次油，我第一次这么盼望开学。上大学报名那天，因为干爹和干妈有事，齐望九主动包揽帮我报名的事宜。到了学校，迎新的学长热情地凑过来要帮我搬行李。学妹，我帮你搬吧。谢谢学长，你人真好。齐望九背着大包小包，脸比锅底还黑。不用，学妹，这是你哥哥吧？哥哥好，我来帮你拿，别和我客气。行李箱被学长拽过去，又被齐望九用力拉回来。齐望九咬牙切齿，我都说不用了，再说了，谁是你哥呀？我是他男朋友。男朋友啊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学长尴尬的讪笑2声，逃窜一般的离开。我懊恼地瞪他一眼，你把人都赶走了，我行李怎么办？我带了2个箱子，3个包，还有被子，看着都头大。我又不是死了，我女朋友的东西当然我搬，你放心，我有的是力气和手段。他扛着我能把人的腰闪了的箱子，直奔5楼。我爬楼梯都累了，他还轻轻松松，一点汗都没出。真是人和人的差距比人和狗的都大。临走前，他语重心长地嘱咐我2句话，一句是少和那些小男生说话，另一句是要像好色一样好学。我想死，这个小气鬼至于这么阴阳我吗？我本以为上了大学会有很长时间不会再见到他了，没想到第2天我就和他打了照面。学校在开学第2天就要对新生进行长达半个月的军训，军训的教官是从隔壁国防大学抽调来的。烈日炎炎，我对此不感兴趣，只想快速度过这15天。我戴着帽子蔫蔫地隐藏在队伍中。这时站在我身旁的室友突然摇了摇我的胳膊，唐黎，新教官也太帅了吧，好像昨天帮你搬行李的人啊。我好奇地抬起头，直接和新教官四目相对。我露出死猪惊掉下巴的表情包。怎么会是齐望九？齐望九大我2届，在国防大学读大3，但我万万没想到他会来当军训教官。军训本来就烦，看到他直接想原地升天，造孽呀！他嘴角微扬，眼睛跟抽风了一样。我知道他是在 wink。室友追问，唐黎，那是不是帮你搬行李的人啊？我生无可恋道，不是，大众脸而已。有这么帅的大众脸吗？室友陷入自我怀疑中。齐望九作为军训教官，铁面无私，不苟言笑，被同学们戏称为玉面阎罗。但他优越的身高和颜值让许多女生春心萌动，给他送水的人络绎不绝，更有许多人故意做错动作，等着他手把手教导。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。齐望九随身带着一根木棍，扒拉指导学员动作，不做逾矩的事，指导3遍。有人发出灵魂拷问：教官还是不会，能上手教吗？齐望九面色冷峻：不用学了，这种智商回家喂猪更适合你。大家差点没憋住笑。
那位学员被对得哑口无言，再不敢有其他小心思了。别笑，手端高，脚尖绷直。齐望九站在我身前，捏住我半握的手端高。我倒要看看你什么时候能把腿抬高。齐望九将脚尖抵在我的小腿上，压迫感十足的声音让连队的每个人都不敢偷懒，生怕自己成为下一个倒霉蛋。可没人知晓他冰块一样的脸在帽檐下是另一番光景。他一脸心疼，无声问：累不累？我微不可察的点点头。还不够高，继续。我抬起的腿根本没用力，全是齐望九在使劲。齐望九跟座山一样，将大太阳堵得严严实实。我享受着他为我带来的阴凉。他就这样针对了我快半小时，别人都到下一个动作了，我还保持不动。周围人对我投来了同情的目光，我一阵心虚。即便如此，打着请教的名义接近他想要他微信的人还是不胜枚举。但齐望九有原则，从不加学员的微信。学校有个最帅教官投票，齐教官是断层第一。休息的间隙，舍友兴奋地给我看投票结果，我对此不屑一顾。不敢想象躺在齐教官坚实的8块腹肌上睡觉会有多幸福。我看着被女生团团围住的齐望九，心里莫名不爽，差点将草坪上的草揪秃。吃点好的吧你。一晃就到了军训倒数第2天，我依旧没能适应炎热的环境，毒辣的太阳照得我头昏脑胀，分外想吐。正在站军姿的我眼前一阵阵发黑，我咬紧牙关坚持，还是没能坚持住，直直的朝着地面倒了下去。离离，教官，有人晕倒了。迷迷糊糊我感觉被人抱起，齐望九的喊声萦绕在我耳边。大林子，帮我看着点。糖糖，坚持住。齐望九抱起我就往校医院跑。再醒来时，齐望九正在担忧的拿湿毛巾给我擦脸。我怎么晕了？我嗓音干涩。你中暑了，起来喝点水。齐望九坐在病床边，将我扶起来，靠在他身上给我喂水。这几天为什么不回我信息，也不和我说话？他语气幽怨。我撇撇嘴，那么多美女围在你面前，我怎么敢去打扰你啊？吃醋了？他嘴角比 AKA 都难压。谁醋了？我没好气地瞪他一眼。他揉揉我的头，眉眼带笑。小憨狗，你才是狗呢。是，我是唐离的舔狗，这辈子就舔唐离一个人。他说的我面红耳赤，趁我不注意，他飞快地啄了下我的唇，朝门口走去。你搞偷袭，无耻！他玩味地笑笑。还有更无耻的，乖老婆要不要试试？吓得我双手环抱。好了，不逗你了，你下午在这儿好好休息，我去训练了。我在医务室吹了一下午空调，医务室要下班了，我收拾东西去吃饭。刚走出医务室大楼，有个女生将我拦住，有些面熟，是我们连队的，叫傅韵。你和齐教官在谈恋爱吗？我认为这段关系很快就会结束，不想让别人知晓，便摇头否认。不可能，我看到你和教官一起散步，他还给你撩头发，捏你脸。他是我哥，倒也不算我说谎。傅韵是个率真直爽的妞，拉住我的手惊喜道：真的吗？那你知道他有女朋友吗？我想追他。我一愣神，没有。太好了，那你能和我说说他的喜好啥的吗？傅韵眨着星星眼，让人无法拒绝。我滔滔不绝地说了5分钟，不知不觉我竟然记得他这么多喜好。我还要继续往下说时，身侧突然传来一道讥讽的声音：教别人追自己的男朋友，唐离，你真有种。齐望九提着我爱吃的蛋糕和饭，站在不远处，周身萦绕着肃杀的冷意。明明只有几步的距离，却像是隔了一道无法逾越的天堑。我不知道他听了多久，我大脑一片空白，一句反驳的话都说不出。傅韵急得上蹿下跳。啊，你们不是兄妹吗？骨科玩这么大的？我垂眸躲避他的视线，不解释解释。过了好像有1个世纪那么久，齐望九嗤笑一声。好，既然你这么想把我推出去，那就如你所愿。齐望九拉着傅韵的胳膊与我擦肩而过，1秒都没停。不是，你等等啊，我瓜还没吃明白呢。啊！恍惚间，我好像看到了他泛红的眼眶。我一个人在原地站了很久很久，事已至此，也没有瞒着的必要了。我承认了，喜欢他是我的谎言。我很抱歉骗了他这么久，可我发出去的消息如同石沉大海一般没有回音。自从军训结束后，我再也没有见过齐望九，他像是彻底消失在了我的生活中。我以为摆脱了他，我就会开心，会轻松，可事与愿违，我一点也开心不起来，心里空落落的，像是缺了什么东西似的。之前一直是他发一长串消息，我不冷不热的回一2句，现在位置对调，期待回消息的那个人成了我。看着空荡荡的聊天框，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感同身受。我将这些原原本本告诉闺蜜，期待她能给我一个解决的办法。闺蜜语重心长道：死丫头，你坠入爱河了。闺蜜的话让我愣怔一瞬，如同拨云见日，我顿时恍然，原来这就是喜欢的滋味，抓心挠肝，日思夜想，念念不忘。认清自己的心后，我打算当面向齐望九认错，等他不生气了，正式向他告白。我踌躇满志，连吃饭都有劲了，却没想到我醒悟得太迟，齐望九身边早就有了别人。在食堂吃饭，偶然发现我身后桌坐着的是傅韵和他的朋友，他们正在八卦傅韵的情感生活。傅韵，你和那个教官怎么样了？哼，小男人拿下，现在是姐的舔狗了。666，请客哈请客，没问题，姐开心，饭卡随便刷。身后的欢声笑语听起来格外刺耳，我心里像是打翻了一整瓶气泡水，咕嘟咕嘟冒着酸水。我味同嚼蜡的吃完饭，连自己怎么走回宿舍的都没有了印象。也对，齐望九那么优秀，身边怎么会缺喜欢他的女孩？这一切都是我自作自受，可我还是好难过。室友见我失魂落魄，揽住我的肩膀关心我，我扑到他怀里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呜呜，芊，我弄丢了一个很好的人。临近国庆放假，干妈提前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去。由于我的任性，造成了如今的尴尬局面，做不了恋人，也当不了兄妹。如果时间可以倒流，我宁愿从没招惹过齐望九。怕齐望九在家太尴尬，我旁敲侧击问干妈齐望九什么时候回家。那个混小子说放假不回来，和同学去旅游。我顿时失了声，难以言喻的情绪在胸膛炸开。那个同学是傅韵吧？我嘴角勾起一抹苦涩的笑。也好，这样就不尴尬了。干妈，我一放假就回去。放假第1天我就回了家，齐望九果然没回来。闺蜜叫我出去玩，我肚子疼就推掉了。
夜晚我睡在床上，捂着肚子，疼得冒冷汗，整个人像是要死掉一样。这一次比以往任何一次痛经都要剧烈，吃了止痛药也无济于事。我疼得迷迷糊糊，要失去意识之际，突然一只温热的手掌从身后伸出，贴在我的小腹上轻揉。熟悉的动作和感觉让我有一瞬间恍惚，大抵是我腾出幻觉了，居然以为是期望9回来了。明知是假象，我的眼泪还是止不住大颗大颗的涌了出来。我翻身牢牢抓住他的手，带着哭腔哀求：期望9，你别讨厌我好不好？没讨厌你。他用指腹给我擦眼泪，没想到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，越擦越多。唐离，你是水做的吗？眼泪这么多。他无奈地捏捏我的脸，我被你骗了都没哭，你哭什么？脸有些疼。原来不是幻觉，真的是期望9。他如今有了女朋友，和我这样算什么？我推开他的手，他强硬地抓住我的手，继续揉肚子。别动，你不是和傅运去旅游了吗？我忍不住问。我要是和别的女人去旅游了，我家小哭包知道不得哭死。再说了，我去旅游留我女朋友在家疼得泪眼汪汪的，那我还是人吗？我脑袋发懵。我们不是已经分手了吗？期望9咬着后槽牙愤愤道：谁说我们分手了？你这样的小骗子就要和我绑在一起，这辈子不能出去祸害其他人。他还想要2个女朋友，真渣呀！你不能这样，那傅运怎么办？爱咋办咋办，他和我又没关系，他是大林子的女朋友。原来傅运口中的教官是期望9的同学林子航啊！我被这个巨大的惊喜冲昏头脑。你真的没有和傅运谈恋爱吗？真的，我都说了这辈子就爱你，当你一个人的舔狗，我不会食言的。心中的阴霾被驱散，我一下子感觉肚子都不痛了。可是你都不理我。我撇撇嘴，祖宗，我那是因为学校有保密任务，那几天不能带手机。再说了，你都要把我推给别人了，我还不能有点脾气了。我破涕为笑，开心的鼻涕泡都冒出来了。期望9眉眼含笑的给我擦鼻涕，出息！这一次我要勇敢出击，一定不会再让机会溜走了。我直接将期望9推倒在床上，跨坐在他腰腹上。晚风拂动纱帘，静静流淌的月光如同细腻的珍珠粉，围照在期望9的脸上，温柔又璀璨。我将手贴在他的心口，感受着他急促的心跳。期望9，之前骗你是我不对，但是和你分开的每一天我都无比煎熬，我想我可能喜欢上你了。期望9反客为主，将我压在身下，他的眼睛比今晚的星星还亮。我早就知道你喜欢我了，你记了我那么多喜好，怎么可能不喜欢我？你明明可以用我左脚迈进家门的理由和我分手，却还是和我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这不是喜欢是什么？他坚毅的眼神中带了点小傲娇，我好喜欢。是喜欢，我男朋友真聪明。期望9被我一夸，眼睛笑成了月牙。他要是像3胖一样有尾巴的话，这会儿都要摇成螺旋桨了。我抬手搂住他的脖子，去啄他的唇，一下又一下。期望9被我亲得气血翻涌，他将头埋在我的颈间喘气，发狠地咬了咬我的脖子，委屈巴巴道：唐离，你就欺负我吧。他一脸的受气小媳妇样，看得我忍俊不禁，顺着他的腹肌下滑。我勾了勾他的裤腰，在他耳边低语：我用手帮你呀。事后我窝在他怀里，他亲亲我的头顶，一脸眼足地给我揉肚子。你不是威胁我要去纹身吗？身上怎么没有啊？刚刚我观察他身上根本没有纹身的痕迹，当时看到你发的朋友圈，本来是要去的，被大林子从纹身店绑了回去。我们学校不允许纹身，大林子说我要是退学了，你肯定不要我了，就给我买了个纹身贴上了。还好他被大林子劝住了，大林子真是个理智的人，能处。那你那天回来行为怎么那么诡异？我那天回来太匆忙，被个小孩撞了，差点鸡飞蛋打，疼死我了。宝宝给我揉揉。流氓！见我没说话，他抬起我的下巴让我仰头。你又想始乱终弃了是不是？他气呼呼地低头咬了咬我的唇。你别乱说，我没有。我亲亲他的脸，给他顺毛。他目光炯炯。虽然我身上没有你的名字，但你的名字早就刻进了我的心底。我开心地扑进他怀里，好。期望9，我最喜欢你啦！我也最喜欢你。全文完。